黄连奶爸才是北洞食物链的最底端。徐老爷一句话道破了事情的真相。这天一大早，徐老爷喊了6、7次也喊不回在木架上的萌萌。萌萌坐在那里低着头，一脸的不高兴。这时徐老爷冷不丁的来了一句：“今天黄连不在这儿惹生气了。”虽然这次可能是徐老爷惹了萌萌，让黄连背了锅，但黄连惹恼蒙太后的事可真没少做。这天黄连用毛巾和萌萌拔河，结果把萌萌摔了一个大跟头。当时萌萌站起来就想给他2个巴掌，而且黄连那天很飘，丝毫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他竟然还撩起毛巾逗萌萌，把萌萌气得一把就把毛巾夺了过来。当然萌萌也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他。到了加餐的点，坐在木架上打着哈欠根本不下去，黄连只好用长长的竹竿给萌萌投喂，损萌萌还能勉强接受。等到了窝窝头的环节，小莲子那是一举一个不吱声，萌萌看都没看他一眼。还有一次是萌萌做体检要打针，本来对萌萌来说这已经是一件很不开心的事儿了，结果黄连在给奖励的时候竟然给了萌萌一块板砖大小的窝窝头。一般这个时候都是给红枣什么的，自家的窝窝头是啥样，恐怕黄连心里也是没有一点数，直接把萌萌气的就想给他一熊掌。萌萌之后再体检，黄连就乖乖的奉上大红枣了，看把黄连给吓的，生怕喂慢了又得挨蒙太后一熊掌。黄连给萌萌刷牙更搞笑了，本来事情还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，结果黄连一个不留心就把奖励窝窝头掉在了地上，而且他还想捡起来再喂萌萌。蒙太后见状直接把头扭向了一边，黄连赶紧换了一块好的，蹲在那里给蒙太后陪着笑脸道歉。结果蒙太后根本不接受，趴在石头上生闷气。黄连只好给萌萌拿来一大根笋笋和一个全新的窝头来哄她。放窝头的时候那叫一个小心翼翼的。自此以后，黄连给萌萌加餐时都特别谨慎，生怕再掉了又惹蒙太后生气。看看黄连这一天天办的事儿，也难怪徐老爷会对萌萌说黄连不在，没人惹你生气。黄连和蒙太后像这样一人一熊尴尬坐着的画面真的太多了。黄连，你以后还是小心伺候吧，毕竟蒙太后不是你能惹得起的熊。庆真的是那种长得好看、性格又很稳定的女孩子。奶爸把她爱吃的笋笋和胡萝卜都放在了这个圆形跑步机的顶上，国庆站在上面，双手扶着旁边的把手，在上面就这么人模人样的跑起来了。但不管国庆怎么跑，都还是在原地，感觉国庆都快把腿跑断了，还是怎么都够不到。但即便是这样，累得气喘吁吁的国庆非但没有生气暴躁，还冲着游客笑眯眯的。不得不说，这姑娘的性格是真的好，不急不躁，还很有耐心。从国庆生日那天得了这个跑步机，国庆就一直想征服它。虽然期间因为重心不稳还来了个头纱，但国庆也都一直没有放弃。上次的哈哈镜玩具也是，刚开始时国庆是害怕的，都不敢看镜子里的自己。奶爸还故意把胡萝卜别在镜子上，国庆试探了好久，也是鼓足了勇气才敢上前把胡萝卜取出来。但是也就短短几天后，国庆就可以大大方方对着镜子坐下了，还会和镜子里的自己玩耍。感觉国庆现在的性格和梅青妈妈也有很大的关系。梅青虽然平时很暴躁，但她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小国庆。她不仅不会拒绝看起来比自己还要大只的国庆喝奶，她有时候还会帮国庆挡着，避免游客笑话国庆，甚至在国庆3岁多时还在帮国庆排便。梅青真的是把国庆捧在了心尖尖上了。可能也正是因为梅青的这份宠爱，让国庆的内心很充裕，也很有安全感，所以小姑娘干啥都是乐呵呵的，让人一眼看上去就是阳光明媚的感觉。第三妹长得真的太好看了，看起来软绵绵糯叽叽的，虽然她和小五哥哥小时候很像，但又没有小五的憨气，给人一眼看上去就是女孩子的感觉。小小年纪的齐三妹就会十分标准的一字马了，而且齐三妹不仅和小五哥哥长得像，也是小小年纪就只想回家。墩墩外公把她抱出来晒太阳，她就孤勇着想回家，但每次都是孤勇半天，刚爬出垫子就被墩墩外公抱回去了。这就不禁让人想起小五小时候出来晒太阳的场景，总是喜欢迈着模特步，屁股一扭一扭的走回家。齐三妹被抱出来晒太阳时，好奇女侠总是不放心，一直趴在门口看着。之前有一次好奇女侠独自出外场，就趴在窗户上往里看闺女，即便是她生日当天有美味的大蛋糕和好玩的雪，她也是只待了一会就喊奶晨开门，着急回家带孩子了。好奇妈妈真的很爱她的齐三妹，墩墩对这个亲外孙女也是宠爱的很。每次抱着齐三妹出来时，感觉扬起的嘴角压都压不住，大家也都纷纷评论说，墩墩奶爸再也不用四处打零工了，当年又是照顾于可于爱，又是照顾莽小五的，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亲外孙女了，再也不用哪里有活就往哪里搬了。而且墩墩照顾齐三妹时真的很细节，他会把垫子卷起，再伸手去抱齐三妹，这样就不会把齐三妹的垫子踩脏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小五不禁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墩墩，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莽小五吗？当年你家好奇相亲回来，
你就卷起铺盖毅然决然的走了，还是头也不回的那种。小五还为墩墩的离开难过了好几天呢。虫洞这样也挺好的，每年都有新鲜的宝宝出生，明年应该就轮到梁月、鱼贝和佳月月了吧？不知道他们哪一个会先传来好消息呢？破案了！原来媚珠生气的时候，叫声不是哞哞的声音。今天一大早，媚珠可能是没睡醒，对着饲养员发出了奶呼呼的汽笛声。这让守着手机等着听媚珠牛叫的网友难免有些失落。这么来看，长隆的11公主不仅遗传了爸爸嘉禾的高颅顶、姑姑振声的声线，还有妈妈菊萌萌的起床气，真的全是让人意料之外的萌点。但也有细心的网友推测，今天大梁刚好不值班，媚珠就没有牛叫。然后媚珠牛叫的声线又和大梁的声音有些相似，看来大家怀疑媚珠的牛叫声是跟大梁学的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照这样推理下去，感觉大梁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。而且菊萌萌的起床气还是很厉害的，生气起来连饲养员都骂。萌萌的起床气是不是比较严重？对，他如果没睡好，你突然间去吵醒他，他就会生气的，会骂人。现在有了媚珠当了妈妈才好了一些，但有时候一大早被媚珠吵醒，也是会很不高兴。需要奶爸奶妈哄好久。俗话说有个懒妈早当家，这不媚珠还没4个月，路都走不稳的年纪，就已经开始替妈妈营业，去和游客贴贴了。而且媚珠学会走路后，就已经知道蹲守小卖部了，估计是看妈妈每次都可以从这里领来好吃的，她就连坐姿都和妈妈一模一样的。然而媚珠能有如今的表现，和菊萌萌十分超前的育儿理念有很大关系。在媚珠1个多月的时候，菊萌萌就开始为媚珠吃辅食做准备了。先给媚珠理论讲解了吃笋要领，讲完就把跟媚珠差不多大小的笋留给了她，让媚珠好好练习，自己就躺一边呼呼大睡了。在媚珠70多天的时候，菊萌萌感觉时机到了，准备给媚珠加辅食，于是她把自己最爱吃的竹笋叼着拿给媚珠，把比媚珠个头还要大的笋放在熟睡的媚珠身上，还用手扒拉着媚珠起来吃。她见媚珠没反应，还一脸疑惑地看向饲养员，好像在说这孩子咋回事，都这么大了咋还不会吃笋呢？这么来看，菊萌萌还是很疼媚珠的，毕竟别的熊猫宝宝都只有被妈妈抢笋的份，主动投喂宝宝竹笋的，菊萌萌还是第一个。到时隔4年，双双和兰香再度重逢的画面，才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深厚。这天是双双率先认出了隔壁的妈妈，一直趴在交流窗口看向正在吃串串的兰香。当时兰香也只是好奇的回头打量了一下隔壁这个偷看她的小孩，还是自顾自的吃着，并没有靠近。虽然平时的双双都很霸总气质，但她这次真的显得好乖。不知道双双等了多久，兰香才慢慢的走向了交流窗的方向。在母子俩对视的那一刻，他们应该就已经认出了对方。母子俩互相嗅闻着彼此的气味，也都在尽量的靠近。此刻他们或许在倾诉着对彼此的思念，可能是久别重逢太过激动。没过一会儿，双双便走开了，趴在交流窗旁边的草地上独自一梦。也不知道此刻的双总是不是在哭鼻涕，而兰香则是一直守在交流窗前。虫虫发现了哥哥的不对劲，跑过来让哥哥背背，但双双很显然并没有心情和弟弟打闹。虫虫见状便爬到木桥上独自玩耍了。而此刻的双双好像想到了什么，再次回到了交流窗口前，空出了他的右半边，还示意妈妈看向虫虫所在的方向，似乎是在告诉妈妈那个就是弟弟。他平时有些调皮和贪玩，看得出双双的情感真的非常细腻了。最令人想不到的是，第二天双双真的把虫虫带到窗口前，他们还打包了笋过来，一边吃一边坐着等妈妈。但遗憾的是，兰香这次没有赴约，不过来日方长，他们现在住在隔壁，总能再相见。然而像这种母子间的久别重逢，在虫洞也不是第一次上演了。佳月月回到虫洞刚展出时，园方就把她安排在二顺的隔壁。第一次看到二顺的佳月月直接愣在了原地，她当时估计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时隔5、6年还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妈妈。所以当二顺也认出她过来贴贴时，本来在树上玩耍的月月飞速下树，跑到二顺妈妈的面前，开心的手舞足蹈，感觉此刻她的喜悦都快溢出屏幕了。二顺坐在玻璃墙边吃饭，佳月月也要坐在地面看着。平时母女俩也会坐在交流窗前一聊就是好久。虫洞的这些暖心操作也是真的很圈粉。